嗨，我是君令。你是不是常常听人家说写字并不难？的确蛮有道理的哦，因为每个人都会写字。但是为什么绝大部分的人都觉得自己写的字不好看呢？有时候甚至心里想写出好看的字，却都没有办法做到。其实真的想改变字体，你要做的事不用太多，3个重点做到就可以了。第一个，拿起一支笔开始写吧。第二个，勤练勤练再勤练。第三个，掌握字的架构跟笔法。其中第一个跟第二个重点，这个我没有办法帮你，你得自己多练习哦。但第3个重点，掌握字的架构和笔法，就是我们这堂课要教给你的，所以我们一定要继续看下去哦。好，废话不多说，我们就开始咯。今天要教大家来写斜钩，斜钩怎么写才好看呢？接着会举简单的歌跟成2个字当做例子，教大家把斜钩应用到字体里。再来，我们会再举2个稍微复杂一点的字，常写的我怎么写才好看，以及认识的是用斜钩应用在字体里面跟架构结合，该怎么做比较好，来跟大家说明哦。其实很喜欢跟大家一起在线上学习的感觉，因为只要自己录制一次的影片，可以无限次数的帮助需要的人，想来呢就觉得是一件令自己很开心的事情不小心又跟大家聊个天了。好，我们现在赶快进入今天的主题吧。今天想要教大家一个笔画，就叫做斜钩。斜钩这个笔画呢是很重要的哦。在一个字的主笔里，我们经常选择的有横画、撇捺，接下来斜钩也是几乎只要出现就会成为主笔的选择之一哦。好，那么怎么写斜钩呢？首先呢，斜钩呢手呢必须要有个挥洒的弧度，所以呢你自己呢要稍微测试一下你的手挥洒的弧度够不够大哦，因为它是一个算是范围比较大的笔画。好，首先我们会先顿一下，之后往它的右斜下方拉，然后呢我们再轻轻的往上慢慢的勾。好，那钩一样要小而尖，所以在钩在收的时候，我们可以稍微停一下，再往上提。然后往上提的时候，你的手要慢慢的离开纸面，就会出现一个收的比较尖尖的钩了。好，这就是我们示范斜钩的部分。好，接下来我们要把斜钩应用到字体里咯。我们来利用斜钩写出一个歌这个字。好，我们先写一个横画，为上扬的横画。接着呢，我们写斜钩。好，再来，我们是不是要写撇了？撇这个写的时候呢，我们可以选这一整个斜钩，注意哦，是一整个斜钩的中间一半，并不是下面这一节的中间一半撇，是这一整个斜钩的中间一半。好，所以看了一下，估计大概是这个位置，所以从这个位置撇下来，然后点。好，我再稍微说明一下我刚刚的意思，也就是说这2段大概会是相等的哦。这样子看起来，我们的这个撇会撇得稍微高一点，然后看起来下面这一段的腿就会比较长哦。好，看完了斜钩的基本应用之后呢，我们把斜钩呢放入成功的成这个字，来跟大家说明一下哦。好，我们来看一下画面中间的这个成功的成。好，会发现呢，这个成功的成呢，我们说要拉长斜钩做主笔，但是呢，它这个斜钩呢写的跟其他笔画差不多，并没有被拉长的感觉。所以呢，我们现在呢就要用红笔呢来教大家改一下成功的成哦。好，首先呢，我们会先把这个横画把它调整一下角度，让它上扬哦。好，接着呢，我们会写竖撇，让它比较有姿态一点。然后再来呢，这边的横折钩呢，问题比较小一点。好，那我就让它留着。好，接下来我们要写竖撇咯，竖撇，顿一下之后往下走，然后呢，要让它超过去我们的8分满的格线。
才能显出它是突出的主笔。接着找这个中段，中段也就是这一整个斜钩的中段啊，大概是这里。好，那我们就在这边的地方往下撇，然后再点。好，这样你看得清楚我批改的痕迹吗？也许觉得有点凌乱，那没有关系，我们再用蓝笔写一次给大家看。好，那就是横画为上扬，接着竖撇，接着平均分配空间的横折钩。好，然后呢，我们这时候呢顿一下之后往下拉，拉之后到突出我们的这个8分满的格线。好，那8分满的格线在哪里呢？就是你自己想象的位置。好，那稍微画出来给你看好了。我们画出来之后，你就会很清楚的看出来，的确我们的斜钩，的部分是有成为主笔的哦。好，那再来呢，选这边整个斜钩的中间一半这里撇，然后再点。好，这样子就完成了成功的成咯。接下来要教大家写的字叫做赞。赞这个字可真重要啊，这代表对我的支持跟鼓励呢。开玩笑的啦，只是想请大家帮一个小小的忙，就是在影片的下方帮我点个赞吧。如果你觉得这则影片对你有帮助，那么你也喜欢影片的制作方式，请你不要吝惜给我个鼓励跟支持哦。那也非常欢迎你订阅这个频道，这是一个有关写字教学的频道。我在频道中已经制作了许多很棒的写字教学的影片，都欢迎你自由点选观看哦。那也很希望你能够把这个频道分享给更多也想在写字上面有所进步的人哦。下方的留言栏也很欢迎大家能够留言跟我分享你看完影片之后练习的状况、遇到的困扰、得到的收获。好，现在来看我这个字。我这个字呢，我们一样要延长它斜钩的部分来当做主笔。好，接着呢还要改变它横画的方向，然后你看稍微这样一改，我这个字就比刚开始我们看到的样子好看很多。那现在呢，我要来示范一次给大家看咯。好，首先呢，我们先写这一撇，然后再来我们要写横画，横画会为上扬，但是由于在这个我字里面只有一笔的横画，所以呢，我们要把它呢当作是独字的横画般的处理，就是在为上扬之后要再度把它压回。好，然后呢，我们再写一个竖钩。好，然后呢，大概呢，在这个位置，然后我们写一个挑。接着我们会要凸显斜钩的部分。好，所以我画一下8分满的格子再给大家，那你们会更清楚效果。好，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让它的斜钩的这个字头的部分先超出去这个格子的上方，然后呢再往下走。好，走到哪呢？再度超出8分满的格子，这样子很清楚它的主笔的样子就出现了。接着我们要找这个斜钩中间一半的位置，这边做一个撇，然后呢这边在最后点。好，我字大概就是这样子咯。希望大家能够透过我的说明，把我字写得更漂亮哦。接下来呢，我们要教大家认识的是，是这个字到底要怎么写才漂亮呢？那其实呢，拍摄了这么多集的影集，大家如果有观看，应该稍微有一点概念了。那现在就来考考大家哦，你觉得这个是字该怎么改才会比较好看呢？给大家3秒钟的时间。好，你心里有答案吗？没关系，我就直接来说吧。是这个字呢，首先第一个，我们可以更改它的斜钩，让它再拉更长，就是我们刚刚告诉大家的斜钩会当主笔，主笔得拉长的概念。再来，这口部结构应该上大下小。接着我们观察到所有的横画通通是平的，而不是为上扬。好，所以也就让这个字看起来就有点呆板。那我们再看这个是呢，是一个3拼字，
三拼字呢，就是说它有3个部分去构成，3个部件拼凑起来，所以我们在部件的本身就要写得稍微瘦一点，这样才能够挤得进去。你看哦，如果我画8分满的格子出来，你会发现是这个字早就比我的格子还要胖了。好，这样子的话写起来就不好看咯。所以呢，我们稍微调整一下时，必须把这个言部稍微变瘦，然后让它的横画上扬，像这个样子。然后音我会稍微写过来一点，然后让它变瘦，横画一样为上扬。好，那现在呢，大家可能看得不太清楚了，没关系，等一下我会再写一次。我只是想透过这个红笔的笔画的修正，去告诉大家说，其实我们有些部分只要再调整一下，字就会变得不同。然后接着我们就写一个长长的，从上面出头的斜钩，然后再从中段写撇，然后点。看起来真的很乱呢，没关系，那我们就写在旁边给大家看咯。先写一个点，然后为上扬的横画，第2横，第3横，记得要保持均间，也就是相同的距离再下笔。然后口部结构就要记得做到上大下小，然后把部件写得瘦瘦的，因为这是一个3拼字。接着我们写音，拉长这笔横画，记得在下压，让它保持平衡，然后再写一个瘦瘦的日。然后我们要做斜钩的部分了，斜钩部分是主笔，所以先让它突出一点，往下拉，然后超出去，伸长，再回来。接着呢，我们写撇，然后写点 ，OK， 这就完成了我们的式了。最后来帮大家总结一下，刚开始我们教大家斜钩要先稍微顿笔之后往下走，当你想写出一个漂亮钩时，记得最后要稍微按一下，然后慢慢的让笔尖离开纸面哦。接着我们讲到歌这个字时，我们说了斜钩的撇最好下在整个斜钩的中间处，这样子会让斜钩的撇得比较偏上方一点，这样看起来斜钩的腿会比较长哦。接着我们讲到成，在写到字体里的时候，我们还是要注意均间的原则，帮字体的空间，尤其是留白的空间做平均的分配哦。好，写我字的时候呢，我们这笔横画上扬之后，记得要在下面，就是上扬之后记得要再下压回来，让这个字体做一个平衡哦。再来认识的是，我们说了，在横画的部分记得要上扬处理。再来认识的是，很重要的是，它是一个3拼字，3拼字在写的时候记得要写得瘦瘦的，这样子3个部分挤进一个字里，才不会显得太过的肥胖哦。鼓励大家学习之后，我们就要立即的实践，才能把知识转化成自己的能力。然后你可以继续观看我频道中的其他影片，把我的知识转化成你的力量吧。请你订阅我的频道，如果你觉得这则影片对你有帮助，而且你喜欢我的拍摄的话，请在影片的下方帮这则影片按个赞，开启小铃铛，才不会错过精彩的课程内容通知哦。那我们下次见咯。